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清代苏州人数百人目击2条巨龙空中厮杀，无限制记载。如果你以为龙只是古人幻想，那接下来这个故事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清朝苏州一场暴雨来临前，数百人同时看见2条龙在空中打架，其中1条甚至坠落到地面。最可怕的是，100多年后，科学家竟发现太湖上空真的存在无法解释的异常。江南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水灾，而是那些被地方志写下却无人敢认真解释的东西。清代中后期，苏州府吴县一带几乎每隔几十年就会出现一次极端诡异的记载，时间多发生在盛夏，地点集中于太湖沿岸、昌门外水道、木渎、陆直与虚口之间，天气则高度一致，闷热、低云、暴雨将至。而最离奇的是，几乎所有目击记录都指向同一件事：天空中有龙在厮杀。它们并非腾云驾雾般祥瑞，也不是庙宇壁画中的神明形象，相反，在目击者笔下，那是一场极其暴烈、血腥，甚至带着野兽气息的空中战争。地方老人称之为真水龙，因为每逢2龙相斗之后，必有暴雨、洪涝，甚至大片农田绝收。但真正让后世学者感到不安的是，这些记录之间存在着过于惊人的一致性，它们太像同一个事件被不同年代重复目击。公元1861年，咸丰11年，彼时的苏州已经不再是乾隆年间那个繁华甲天下的人间天堂。太平天国战火席卷江南，城池多次易主，护城河里漂浮过尸体，山塘街不再夜夜灯火，许多商铺门板被拆作军柴。吴县城外农田荒芜，夜晚常能听见远处炮火闷响，空气里混杂着潮湿泥土、火药与腐木的味道。而这一年7月初3，一场改变整个吴地传说的事件发生了。那天黄昏，太湖上空异常沉闷，渔民后来回忆，那是一种说不上来的压迫感，鸟群突然低飞，水面无风，却开始起圈，就连一向对天气极为敏感的老船夫也不再出乎。徐口镇一家茶馆里，有人发现天边的云开始变色，不是普通雷云，而是深黑色云层里隐约带着一种铁锈般的暗红云象在转，不是风吹，而像某种巨大东西在里面翻动。虚实未到，第一声雷响了，那声音并不像雷，更像一门巨炮贴着耳边炸开，整个镇子的人都惊了一下。接着天空忽然亮了，一道白色闪电从厚重云层里横切过去，而就在那一瞬间，有人看见了东西，2个巨大的影子。它们不是蛇，也不是风筝，更不像飞鸟，它们太长了，长得不合理，身体呈深灰黑色，像湿透的铁锁，在雷光下泛着鳞片一样的冷光。其中一个猛然翻身，有人清楚看见它的腹部灰白色，有爪4足，整个镇子安静了1秒。然后尖叫开始出现，龙在打架，几十人冲出屋外，有人跪地磕头，有人抱着孩子逃回房间，而更多的人则站在雨幕将至的岸边，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因为天上的东西那条忽然被乌黑巨龙咬住喉部，巨大的嘶鸣声从高空传来，没人能形容那是什么声音，像精鸣，又像铁器摩擦，还带着一种让人胸口发闷的低频震动。几个老人后来耳朵连续失聪数日，下一秒青龙从空中坠落，整个身体翻滚着砸向岸边，地面开始震动。太湖边一大片芦苇被压倒，泥浆炸开数十丈，而现场所有人在接近后全都愣住了，因为那东西真的存在。它身长至少20余丈，身体表面覆盖深色鳞片，却并非坚硬如石，更像某种潮湿的角质层。脖颈位置明显被撕裂，不断流出黑红色液体，散发强烈铁锈味，尾部还在抽搐。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它似乎在呼吸。几名胆大的渔夫靠近时，竟发现地面上的积水开始诡异震动，像有什么东西在吸水。然后一幕后来被写进地方奇闻的画面出现了，那条受伤的龙尾巴忽然卷住岸边一只木质泔水桶，桶里装着客栈倒出的剩饭剩汤，下一秒桶里的水竟像被抽走般旋转起来，甚至连湖边积水也开始形成细小漩涡。人们惊恐后退，因为它的腹部开始重新起伏，像在恢复，就像水是它的某种能量来源。而天空中那条乌黑巨龙重新俯冲下来，第2轮厮杀开始。
闪电密集落下，雷声不再规律，像有人在天上连续开炮，最终2条龙重新冲入乌云，消失不见。而暴雨整整下了3天，整个无县洪水暴涨，上千亩农田被毁。所有人都以为这不过是一次诡异天灾，直到17年后，光绪4年，一位苏州文人在整理旧档时发现了一件令人头皮发麻的事，类似记录竟至少出现过9次，而且时间间隔高度规律，平均18至20年一次。更离奇的是，每次记录里都有相同细节，2龙争斗，弱者坠落，溪水恢复，随后暴雨，没有例外。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19世纪末，一些西方传教士进入苏州后，也开始记录这一现象。其中一名法国耶稣会士留下手记，他说，在一次暴雨中，曾透过望远镜看到云层中的不明长形飞行体。他拒绝使用 dragon 一词，而写下另一个词电信巨蛇。他认为那些东西并不是生物，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物，因为每当它们出现时，附近所有指南针都会短暂失灵，金属器皿震动，甚至马匹躁动不安。这种现象与后来20世纪记录的强磁暴极其相似。更令人不安的是，现代研究人员后来在太湖区域发现，湖底深处存在异常强烈的地下磁场波动，部分区域磁偏角异常，电子设备偶尔失灵，甚至有声呐数据显示湖底存在巨大未知空洞结构，像某种天然裂谷。但如果问题根本不在湖底呢？如果那些龙从来不是生活在水里，而是生活在大气层里呢？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20世纪以后，一个几乎没人注意到的理论开始悄悄让这些荒诞故事变得不再像迷信。1923年，英国物理学家提出一个被边缘化的猜想，地球高空中可能存在一种以电磁能为主的等离子体生命。这种生命并不依赖血肉器官，它们以电场、离子流、湿度梯度与地磁变化维持结构稳定。换句话说，它们更像一种活着的天气。当时没人相信，因为那听起来太像神话。但几十年后，人类开始在雷暴云层中记录到越来越无法解释的现象：球状闪电、超长时间电弧、云层内持续移动的发光体，甚至是飞行员报告中的天空巨蛇。1968年，一架苏联运输机飞越乌拉尔山脉时，飞行记录仪曾留下极短一段异常描述。雷云中发现巨大线状结构，长度无法判断，周围电流异常，机体导航失灵，没有后续解释，报告被封存。而在中国，类似目击最密集的区域之一，竟然正是江南水域、太湖、洞庭湖、鄱阳湖，尤其是湿热、水汽极强、磁场复杂之地。因为如果某种未知生命真的依赖高湿环境与电荷差，那么这些地方几乎就是天然孵化场。但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一位现代气象学者的发现。2012年，南京大学一组研究团队在分析长江三角洲100年雷暴数据时，无意发现一件怪事：无限就地，也就是如今苏州西南至太湖区域，在过去300年里存在一个极其异常的超级雷暴周期，平均每19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异常强雷暴，时间竟然与清代龙斗记录高度吻合。更诡异的是，这些超级雷暴不是随机形成，而像被某种固定路径引导，从太湖西南开始，经过东山、西山，最终进入苏州古城上空，像有什么东西在迁徙。直到这里，历史与科学开始第一次重叠。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2017年，一份并未公开的民间影像在一个小众论坛短暂流传，拍摄地点苏州东山镇，时间盛夏凌晨2点。暴雨前夕，拍摄者原本是在记录雷暴云，但画面持续4分钟后，远处云层突然出现异常，天空开始像水面一样波动，紧接着一道巨大黑影从云中缓慢翻转，长度无法估计，时而清晰，时而透明。拍摄者开始骂脏话，因为手机指南针失灵了，无线信号瞬间归零。最诡异的一幕出现在第2分47秒，云层中出现第2个更细长的影子，它们像2条长蛇，彼此高速交缠，天空忽然连续闪烁7次，不是普通闪电，而像某种放电碰撞，整片云层内部被照亮，画面里甚至出现类似鳞片折射般的纹路。
随后镜头彻底雪花化，视频结束，发布不到48小时，原帖删除，账号消失。但几个下载过视频的人却记得一个细节，评论区有人留言和无限制写的一模一样，没人知道是真是假，因为视频再也没有出现。但真正让事情升级的是后来有人重新研究清代目击描述，特别是龙尾缠泔水桶吸水这一段。过去人们把它当成猎奇，但现代生物物理学给出另一种解释，如果某种生物依赖高电荷离子环境，那么它在重伤状态下确实可能需要快速补充含矿物质、高导电性的液体。而清代泔水并不是今天理解的脏水，那里面包含盐分、油脂、电解质、发酵残渣，甚至还有米汤，导电性远高于普通湖水。如果把它看作一种电解恢复液，逻辑竟然突然成立，甚至连龙洗雷雨的说法也能解释。因为雷暴天气意味着巨大电位差、强离子化空气、天然能量场。换句话说，暴雨不是它们出现后的结果，而是它们生存的条件。这一刻，问题彻底变了。人们开始不再问龙是不是真的存在，而是古人所谓的龙会不会只是对某种未知高空生命的描述。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2021年，一组研究太湖湖底甲烷异常释放的地质团队在西山岛附近布设深层传感器。第3天，设备开始出现异常，凌晨1点13分，所有水下磁场数据突然失真，随后一段持续17秒的低频声音被录下，频率低到人耳几乎无法辨认，但经过放大后，研究员全部沉默了，因为那声音带有明显规律，不是随机震动，更像某种交流，向远处巨物发出的低沉共鸣。其中一个年轻研究员甚至说像鲸鱼，但一位年长教授否定了，因为频率结构不属于任何已知水生动物。更离奇的是，就在录到声音后5分钟，太湖上空突然形成局部雷暴，没有天气预报，没有冷空气，就像某种东西醒了。第2天清晨，一名守夜船夫报警，他说凌晨3点左右，湖面突然出现2条发亮的黑影，它们没有浮出水面，只是高速移动，湖面却自动分开，像有巨大东西贴着水下游动，直到云层开始翻滚，他才吓得开船离开。而警方记录里写下一个很奇怪的细节，现场多个船只导航系统短暂失灵，就像100多年前那名法国神父记录的一样，电磁干扰，周期性出现，越来越像某种规律。而当研究人员把所有时间重新排列时，他们突然意识到一件令人头皮发麻的事，下一次超级雷暴窗口根据清代记录周期推算，很可能就在未来几年，地点依旧是太湖，依旧是无限就地。而如果历史从未中断，如果所谓真水龙并非神话，那么下一次人类可能不只是目击，而是真正拍清楚了。时间来到2024年夏末，连续高温后的长江三角洲空气湿度异常升高，太湖水位波动剧烈，气象部门开始发现一种难以解释的现象，局部积雨云正在逆逻辑移动。正常情况下，雷暴云受风向控制，但监测画面显示，太湖西南上空有一团超级云团，连续6小时逆风漂移，像被什么东西拖着走，路径极其诡异，它并不直线移动，而是绕湖、东山、西山、木渎、光福，最后朝着古吴县方向推进，像极了清代地方志中描述的龙争于吴野，循水脉而行。最初没人往怪力乱神方向想，直到一支参与环境监测的无人机队在湖区夜间执行热成像任务，凌晨2点41分，第1台无人机突然失联，系统显示强磁干扰，接着第2台、第3台几乎同时掉线。最后一架无人机在返回前传回仅仅13秒影像，画面非常模糊，狂风、暴雨，镜头被雨点砸得不断偏移。但就在云层被闪电照亮的瞬间，技术员暂停了画面，所有人沉默，因为云层内部出现了一条极长的热源，不是飞机，不是雷电，而是一个持续移动的具有生物曲线特征的结构，长度接近300米，身体温度异常低，边缘却带有极高电离反应，它在云里翻转，像某种巨大海洋生物。随后第2个热源出现，体型略小，速度极快，两者开始高速接近，
下一秒所有信号消失，服务器黑屏12分钟。12分钟后，苏州城区出现几十年来最剧烈一次雷暴。而最离奇的是，许多居民录下同样的声音，一种低沉到胸腔震动的共鸣，像鼓声，又像某种巨大动物的呼吸。有老人当晚说了一句让年轻人发笑的话，又开始征税了。但真正令人后背发凉的是后来的数据比对。研究人员发现，那晚雷暴路径竟与1861年咸丰年间记录重叠率超过 87%， 就连风向都极其相似，就像160年前发生的事重新演了一遍。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同年秋天，一个原本研究电离层异常的跨学科团队开始重新审视这些现象。他们提出一个疯狂却越来越合理的猜想：或许古代所谓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物，而是一种依附于强电场环境的高维边缘生命。这个理论听起来像科幻，但它有一个极其危险的逻辑基础。现代物理学中存在一个边缘概念，等离子体自组织生命。简单说，如果足够强的电磁场长期稳定，能量本身可能形成一种类似生命的结构，它不需要骨骼，不需要血肉，而像一种会学习、会迁徙、会竞争的电场意识。而雷暴云恰恰是地球最稳定、最庞大的天然电池。但问题来了，为什么它们长得像龙？答案或许比人们想象更诡异，因为人类的认知会自动把未知形状解释成熟悉的图腾。如果古人看见天空里几十米甚至数百米的长形结构，它会是什么？蛇、蛟、龙。而中国文明中，龙本就代表水、雷、天气、迁徙、天空力量。或许不是古人创造了龙，而是他们见过它。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一位研究中国古天象的学者在翻阅无限制旧抄本时，发现一段过去没人认真读过的话。原文很短：斗龙之后，胡底有名，如牛牵头。以前大家都以为这是形容雷声，直到现代声学团队重新分析太湖低频录音，他们突然发现那些声音真的像大型生物的交流，频率极低，远低于鲸鱼，传播距离极远。而更诡异的是，录音中存在重复节律，像回应就像湖底，不止一个。这里整个故事开始变得危险，因为如果天空中的东西需要水，而湖底长期存在异常磁场，那么太湖可能不是偶然，它更像一个栖息地，甚至是迁徙节点。而苏州古城自古为水而建，运河、湖泊、湿地彼此贯通，在古人风水体系里，这叫龙脉入城。问题是，如果龙脉从来不是比喻呢？2025年初，一个几乎没人注意的小新闻出现：苏州某湖区夜钓者报警，说凌晨3点湖面突然起雾，不是普通水汽，而是旋转，像某种东西从水下向上抽气。接着整片湖面开始出现巨大圆环波纹，没有风，却连续扩大。他原本以为是地震，可随后天空开始闪，不是一道闪电，而是云层内部连续脉冲，一明一暗，像信号。他拍了几秒，却突然发现手机失灵，屏幕开始乱跳，指南针疯狂旋转，车钥匙电子系统失效。最后他看见一幕让自己此后再也不敢夜钓的画面：云层里有东西，很长，慢慢翻转，像一列漂浮在空中的列车，身体边缘带着微弱蓝白色电弧，而他身边还有另一个更小的黑影，他们彼此环绕，像在试探，像开战前的盘旋。然后天空响起第一声巨雷，和1861年那天几乎一模一样。那一瞬间，那名夜钓者忽然想起小时候爷爷说过一句老话：看见龙斗千万别久留。因为老人相信，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龙，而是他们打完以后留下来的东西。而真正改变整个事件走向的，并不是下一次龙斗，而是一份被尘封在苏州旧档案馆里的残缺记录。那份纸张发黄、边缘受潮卷曲的手抄本，据考证大约成书于光绪末年，作者身份不明，只留下一个模糊署名：无门旧客。与地方志刻意简化的记载不同，这份文稿写得极其细致，甚至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冷静。文中提到，在一次斗龙结束后的第3天，吴县城西10余名百姓沿湖捞取漂浮杂物时，曾在芦苇荡深处发现大量奇怪痕迹。
不是脚印，也不是船只拖行留下的压痕，而是一种极长的拖曳沟壑，宽达数丈，泥土像被高温短暂烤过，呈现焦黑色，周围鱼群大量死亡，尸体表面却没有外伤，反而像被某种极强电流瞬间击穿。更离奇的是，几名村民声称当夜湖边一直能听见低沉的喘息声，声音并非来自天空，而是来自水下，就像某种巨物沉在湖底缓慢恢复。最初县衙并未理会，只当是灾后民众以讹传讹。可一名老仵作却在验看死鱼时提出一个奇怪的判断，鱼并不是淹死，也不是毒死，而像是气血聚乱而亡。放在今天，这种描述却令人联想到一种可能，极端电磁脉冲对生物神经系统造成的大面积损伤。换句话说，如果当时真有某种未知巨物坠落，它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视觉目击，而是一场局部环境异常。真正诡异的是，后来人整理苏州气候史时发现，每一次所谓龙斗后，当地都会出现短时间极异常气候，降雨量暴增，水位突涨，鸟群迁徙失序，甚至连续数日指南针方向偏移。19世纪晚期，有英国商人在苏州河道航运记录里提到，某次暴雨后，船上的罗盘像发疯一样不停摆动，甚至有船夫误以为遇见鬼打墙。过去这些只被视作迷信故事，可如果放在现代电磁理论下看，却突然变得耐人寻味。因为强雷暴环境下，如果存在超高密度带电体，其产生的局部磁场扭曲，的确可能让导航设备短暂失灵。而问题开始变得危险，如果古人口中的龙不是幻想，而是某种依赖电离层与雷暴环境存在的高能生命，那么他们的打架本质上也许根本不是人类理解中的厮杀，而是争夺某种资源——水。准确地说，是高湿度、高矿物离子浓度环境。太湖之所以成为高频目击区，也许并非偶然，因为整个苏州水系自古就被称作泽国，空气湿度、地下水脉、电离环境在中国东部极其特殊。现代地球物理研究也发现，太湖下方存在复杂断裂带，地下微弱磁场长期异常，而磁场变化恰好会影响雷暴形成。一个大胆却越来越难忽视的推测开始出现，所谓龙可能是一种介于物质与能量之间的未知生态，它们平时并不完全存在于传统物理意义的空间里，而是借助强电场、高湿环境短暂显现，就像某种只有在特定频率下才可见的生命。当两条龙相遇，空气中的巨大能量被迅速消耗，于是雷暴升级，闪电异常密集，局部气压失衡，而人类只不过是偶然目击了这个过程。于是那个最令人不寒而栗的问题浮现出来，为什么每次目击都发生在雷雨天？也许并不是龙带来暴雨，而是暴雨给了他们降临现实的机会。更令人头皮发麻的是，有研究人员重新翻查无线旧志时，发现一句被后世忽略的话：斗后云裂，天有清光垂湖，久而不散。如果只是雷电，为何会持续存在？而现代大气物理里确实存在一种现象，叫瞬态发光事件，例如红色精灵闪电、蓝色喷流，它们会在雷暴顶部形成极短暂却极异常的光结构。但如果当年的百姓看到的并不是普通放电呢？2025年，一次对太湖异常磁场的夜间监测中，研究人员在凌晨记录到极短暂的高空红外异常。画面中，一道长条形结构出现在积雨云内部，仅存在7秒，却覆盖近2公里范围。它没有固定实体边缘，更像不断重组的生物电弧。有人说那只是云层热扰动，可真正让专家沉默的是数据里出现了规律性脉冲，像心跳每隔11秒一次，稳定到不正常。而故事最令人不安的地方，不在于清代苏州人是不是真的见过龙，而在于另一件事：如果他们看到的东西从未消失呢？如果那些被写进无限制的故事不是神话，不是夸张，也不是误认，而是一代又一代人在同一片天空下对同一种未知现象留下的目击记录，那么人类最大的误解也许从来不是不相信龙存在，而是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早就理解了天空。但真正可怕的是，或许下一场暴雨来临时，苏州太湖上空翻滚的乌云里，某种东西已经再次苏醒。好了，故事宇哥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我的账号，看更多精彩内容并被催眠。